我们来试驾 Z10了。对于领克来说，它是0到1很重要的一步，因为这是它的第一台纯电车。那对于整个集团来说，我觉得它是集大成者，因为在它身上你可以看到集团的各个资源，然后全力打通融合在它身上。比如说芯片、车机，还有它的架构、电池，包括支架等等啊。所以我们拆分开来，好好的跟大家说一下。首先说一下外观，这个颜色呢叫朝霞红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挺出片的，然后女生看应该还挺好看。家族式的车灯设计啊，包括它还有个 RGB 的灯带，前面这个灯和后面那个灯它都是有动态效果的，而且晚上看真的特别的就是炫。大概率啊，就除了顶配以外，其他应该都是选装。你们看到视频的时候，应该是刚刚开启预售，但是还没有正式上市。所以呢，有什么建议，咱又说都在弹幕打起来。来到侧面啊，轮胎要说一下，我们这个轮胎呢，它用的是21寸的米其林的轮胎。刚试驾了一下，我觉得整体的胎噪还是会有一些的明显的，但是整体的刹车效果真的是太舒服了，它的制动的感觉很线性。等会到动态的时候，我们好好来说一说。来到上面，激光雷达，然后一整个黑钻的重点玻璃。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设计是隐藏式的水切，就这儿你会觉得它好优雅，包括这边的线条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台车后边45度是最好看的。充电部分的话，咱们在开起来之后跟大家说，重点要给大家看一下后备箱，它没有采用大掀背的设计啊，所以取放行李呢相对不是这样子可以直推式的。那我觉得整体的后备箱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包括它底下没有储物空间，因为它底下是一个双向空悬的气罐。那双向空悬呢，它上下有60毫米的浮动，上30，然后下30毫米，放到最低的时候，它那个整体的离地间隙很低很低，好像只有10几厘米。它的风阻系数是0.198 cc。最后还要说一下，它有个功能就是电动尾翼。电动尾翼它有自动和手动两种，你可以在车上强行的把它打开，包括你也可以设置我在静态的时候强制把它打开。那如果说自动的话，那就是70公里的时速以上，它就会自动的打开，然后70公里以下自动的关闭啊。在空气动力学上，它也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。OK， 我们去看内饰。咱们接着说内饰哈，先说材质，上面顶棚、遮阳板包括前面这儿都是麂皮的，相对我觉得还是显高级的。4个座椅是纳帕真皮的，都是带座椅通风加热和按摩的，包括这儿还有个头枕音箱。那座椅实际我坐起来的感觉，我觉得它确实支撑性、包裹性很好，但是整体是偏硬的。23扬的插曼卡顿音响，然后它整体的这个氛围灯带也是 RGB 效果的，就是整体有那种动态的年轻的氛围感，它是可以给到你的。然后整个车你会发现它的座舱是没有任何的镀铬饰条，但是会有一些小丝。它这儿还有开门按钮，包括车窗的控制按钮这儿都会有一些玫瑰金的设计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抓女生的心，就是觉得很精致。前面呢有个 AI HUD， 它有3种不同的呈现效果，对应你不同的需求和导航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的显示。然后第一型的方向盘，怀档的换挡机构，方向盘我觉得这个它的手感很好，特别是如果你对于驾驶操控要求高的话，我觉得它是会让你觉得开起来更舒服的。前面这仪表呢是非常细长的，就路特斯同款，嵌在里面，基本驾驶信息都有，但是它的存在感不会非常的强。无线充电都有，带通风功能的，这是2个杯托，然后这个储物箱没有特别的大啊，这个确实有一说一。然后底下呢是3个消温条，也是玫瑰金的，然后这有2个 C 口的接口，60瓦和27瓦的。然后来到这个车机，我觉得是刚才呼应我开头说的，就是集大成者这个话题。它用了一卡通和马卡鲁的桌面级的算力的平台，也是目前继特斯拉以后第2个桌面级的计算平台。那芯片呢用的是 AMD 的 V2000，它在整个配合 Flyme Auto 这个魅族的这一套系统，它整体融合的非常好，包括像很多的地方它有一些无缝的链接，就是一镜到底的这个概念。它的画面是不跳的这个车模，包括等会儿咱们可以再分享一下 Flyme Auto 的这个系统哈。那当然咱们会说，哎呀 Flyme Auto 真的造福整个吉利集团啊，因为你看现在10几万的银河 E5都已经用 Flyme Auto 系统了，但是在整个呈现的 UI 效果，包括开放度来说，这个系统和银河 E5的还是会有些区别的啊，毕竟价格会不一样。你可以直接连接你的魅族的手机，你手机上是什么 App， 它可以完全投到这儿，不需要手机支架了，真的。那有的人可能会说，那我的微信就这样放在这个车机上，谁发消息来了都能看到。其实也不是，其实魅族对于隐私的保护一直都做的是非常好的。我可以在我的手机上设置这个 App 是不呈现在我的车机上的，那你把这个 App 关掉之后，你的车机上你就看不到微信了。那还有就是车机上看 B 站看视频，但是你的手机你同步还是可以去回微信消息的，所以他们是2个系统。包括马上领克的这个 AI 也会上机了，它和这个我觉得小米包括华为的这个生态还不一样，它的这种城市的氛围啊，包括自化程度，我觉得都是更加的细致的，更加年轻化一些。包括它底下这个 Smart Bar， 你可以自定义的去做一些小卡片的设置，把常用的功能放到底下，在你导航的时候，你小窗也是可以拖左拖右的，相互不影响。然后小窗也可以很小，也可以很大。你再去这个车辆控制里面去设置的时候，它这个车模是很丝滑的。比如说你要调尾翼，包括你要充电，充电盖就打开了，都是 OK 的。我觉得这个车机就是需要大家真正的去体验一下。很多人传统的观念觉得吉利的车机不行，但是我这2年真的觉得吉利的车机太行了，你们懂了。OK， 我们去后排。后排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空间真的非常的大，就特别和同级别的轿车去比，它的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，包括横向的空间都会充裕非常的多。上面有个超级大的天幕，会有点热，买回去可以加装一个物理遮阳帘，但是防晒效果还是可以的，因为我确实觉得好像这样不是特别的晒，它对于红外线的隔绝是99%以上，紫外线的隔绝是95%以上，并且它不会阻隔信号，开个玩笑。但是也有一些小的缺点，比如说这个座椅我觉得对于前排驾驶者来说它确实支撑性很好，没有问题。那对于后排来说，乘坐的舒适性就会稍微差一点，如果做的更软一些就好了。这里面是没有太多储物空间的，有一个杯托它开始的，然后这边它集成了一个座椅的一些控制的按键，在这儿通风加热和按摩都是3档可调，也可以一键开关。它没有设置后排的这个独立的空调控制区域，因为这个车真的还是挺大的。如果我可以控制后排的空调，那后排我会吹得更舒服一点，这也是我觉得一个可以加的一个东西哈，大家就自己去考量。氛围灯呢是做了隐藏式的，它是往上有慢反射的效果，我觉得整体座舱空间是一个超级大的优势啊。看我们这个座椅它是没有这个 Pad 的转接口的，这样看来我估计 Pad 那个应该是一个选装件。好了，我们把车开起来。来到动态部分啊，又是呼应集大成者这件事情。它呢是 SEA 浩瀚架构的，前后双碳化硅电机，前270，后310千瓦，然后它零百加速3.5秒，这个是顶配的一个参数，所以它整体的动力性能都是非常非常强的。但是我觉得它的操控的感觉和现在最新款的001的感觉还不一样。Z10的驾驶的感觉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纯粹的这种运动感，特别这一台车你把它调到运动模式，甚至是运动加模式，它开起来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纯粹，我觉得会比舒适模式更加的舒服一些。它每一个驾驶模式都有不同的这个 UI 的动态的界面，而且它们6种模式都是独立去进行调教的。我会觉得差别其实还挺大的。个性化呢，在这儿你可以设置不同的需求，我可以调节我的能量回收，悬架就是可以进行调节，包括我的刹车可以完全
根据你平时开车的习惯去做一个设置。它这儿还有这个单踏板模式，单踏板模式倒不是说真的就是你一松电门，它有一个很大的这种制动力，它和能量回收的高还不一样。单踏板模式就它可以达到你松电门之后，它能够把车停住。这样的一个功能，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模式的。关于能量回收，我觉得它的低做得非常的舒服，我松了之后车就可以一直躺下去。那高呢，我就觉得拉拽感还是比较的明显的。再说一下刹车，这台车我觉得一定是刹得住的，但是任何的电动车出厂的配置刹车去做刷出源的话，其实都不是很建议，因为电机的整体的性能真的太大了。但日常的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开，我觉得它给我的刹车感，我上车真的一直在说它太舒服了。它是整一个刹车的流程，它做的很线性，你不会觉得到某一个节点好像突然制动力起来了这样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，哪怕对于女生来说，你会觉得它的刹车给你的信心还是挺强的。它全系都是用的金砖电池，又是吉利自己的东西，所以这台车就是把吉利的所有资源全部揉在了一起。400伏也是金砖，然后用的是71度的电池，续航里程呢是602起步。那到了顶配，它就是用的95千瓦时的金砖电池了，它续航里程能达到806公里，它也有800伏，充电的功率能达到500多千瓦，极致的情况下15分钟可以充500多公里，就非常快了。充电倍率呢是4.5C 的，充电网络它会和路特斯、极客还有蔚来打通。那另外就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是买400伏的这样的一个车，因为其实日常就充电条件等等，包括动力来说也是够用的。支架也是大家很期待的部分。目前我们已知的是城市的支架，在今年年底会 OTA 升级实现。它用的解决方案呢是路特斯自研的高快的这个支架，是今年就是这台车上市的时候就可以上车了。那咱们说了一些信息参数等等，那最后说一下比较主观的一些东西就这台车的驾驶的感觉。以往是领克的车主的话，想要转纯电，这台车绝对能满足你，就是它会比之前我试的07，我觉得更加的运动感拉满一些。如果说要和我的001相比的话，我觉得它更纯粹一点。特别是比如说在高速过弯的时候，它的侧向支撑就是真的弹簧简直是支棱在那的那种感觉。还有它整体的气质做的也很好，配合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这个悬架，包括它也用了空气悬架和 CDC 空簧是双枪的。那最后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值得大家去试一试。8月15号就开启预售了，那相关的权益可能一些配置功能也会有一定的释放，可以买，咱们说可以买，冲。